摩克斯线上的同学，大家好。我今天要上课的主题是 Boost 升压转换的控制 IC 设计。这个 Boost 基本上它是一个升压的转换，那主要是靠这个电感去提升它的输出电压。控制结构跟 Buck 是很像，但是它基本上它的输出电流没有 Buck 那么大，会比较小。那我们来看一下 Boost 的结构，它是一个 AMOS。然后并联，跟这个 PMOS 串联是不太一样。那主要是靠这个输入端，然后呢 on 的时候去储能到这个 L 电感。那当你这个储能越大，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储能的充电电流越大，存在这个电感能量越大，那你将来可以提升的这个输出的电压就会越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充放电的回路。那充电的时候，它泡沫只会导通，那这时候呢，这个能量会对这个电感去充电，所以它充电电流就是跟电感抗 SL 有关。那 SL 跟它的频率有关，那你的频率如果越高，你这个感抗就越大，然后再除上我们这个电子上面的电压 VB， 那这时候就是它的充电电流。那这时候呢，你的输出端要维持一定的准位，所以它能量是由输出电容去提供，那中间它输入跟输出这时候它是分开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感上的电流。那电感上的电流，它在原始的时候它开始充电，这时候电流是比较小。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感抗比较大，那感抗会越来越小，因为频率越来越慢，感抗会越来越小，所以它电流会越来越大。那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把模子再关掉它，再做放电。所以呢，这个电感抗它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少，然后电流会慢慢增加。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放电的这个回路。那放电基本上它是电感上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那这个反电动势使得呢电子上的正跟电感上的负呢相加，那就提升这个输出电压。所以呢，主要是靠电感上产生反电动势，然后来提升这个输出电压。那这时候 D1 的二极体会导通，然后对输出去做充电的动作。那么来看这个能量平衡的概念。那输入端它输入的时候就是我们 PowerMOS 用的 DUT， 然后输出是我们 Vin 减 VO， 然后是1减 D1 就是 DUT cycle 是 off 的时候的时间。那这时候当你充电平衡放电的时候呢，它加起来会等于0，所以我们把它移下降就可以得到输入跟输出的这个数学式。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 Boost 的这个回收控制。那基本上它的回收控制跟 Buck 是很像，那速度一样拉一个回收回来，然后跟参考电压去做比较，比较完以后去做补偿，补偿完以后会产生 PWM 信号，然后再经过 Gate Driver 去推动 MOS。所以它基本上它的 PowerMOS 是用 N-type， 主要就是要提供这个充电的时候的回路。那么来看一下 Boost 的 Converter 它的输出。那我们刚才导出来输出是输入乘上1除上1减 D， 所以当我们 Duty 开在 0.5 的时候呢，也就50%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套进去，它会得到放大2倍，也就是说，你输入如果2伏特，输出就会变成4伏特，它会乘以2。所以当我们 Duty 越大的时候，那基本上你1减 D 的分母就越小，那输出这个电压就越大。所以我们再把它换一下数学式来看 ，D 就是等于 Vin 除上 VO 减 Vin。所以当你这个输出要达到2倍的输入的时候，那我们算进去就是要得到这个 Duty 是50%。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电感的设计。那电感这个大小跟频率有关系，跟你这个输出的这个电流的连波有关系。那这个是一个 Buck 它的电感设计。那如果是 Boost 的话 ，Vin 除以 VO 要把它颠倒。当你这个频率越高的时候，我们这个电感要用的越小。那这时候你充电才充得进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输入3伏特，输入是4.2，然后输入负载它的连波变化率是100 mA， 那频率如果用 2.2 欧米伽，那算进去大概这个电感大概3.8麦克风率左右。再来看一下这个电感的限制。这个电感
不能太大。如果你电感弄得太大，那这个感抗会很大。那感抗很大，你充电电流很小，就充不进去。所以你提升了这个电压就会提升不上去。所以我们设计这个电感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你充电电流，那必须要比输出电流大一些，但就可以。所以你这个不能说设计一个非常大的电感，那这时候你这个充电电流就会变得很小。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电容的选择。那电容选择跟你的输出电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会影响到联波。如果你输出电流越大，你现在这个电容就要选择越大，要不然联波就会变大。那频率也有关系，当你这个频率如果越高的时候，你电容可以小一些，因为这时候它交换能量会比较快。那基本上这个电容没有上限，就是你越大越好，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整个充放电的回路。但是太大，它的 cost 就会比较高一点。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是市售的 Boost 转换 IC， 那它的回收就是从这个我们刚讲的2个回收电阻拉回来。那它现在的回收电阻是一个是1 一个是604K， 然后它的参考电压是1.22，所以它这个输出就是要设计一个3.35的这个一个转换器，然后输入是用一个电池。那电池我们知道它有电跟没电的时候，它有一个落差。那有电的时候，它可能1颗是1.5左右，那2颗大概3伏特。那没电的时候，它可能会掉到2点几。所以我们靠这个 boost 让它输出维持在固定的这个3.3的电压。那这个3.3的电压是一般我们 IC 常用的一种规格。那么来看一下这颗 IC 里面的一个系统架构图。那它有 Power MOS， 然后一样有一个拉回收回来，经过 kA 做比较。那比较完以后，它用2级的这个补偿电路，有2个 RC 的补偿电路去做补偿。然后上面是一个 stop 的启动电路。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它启动电路怎么做。那它启动电路从输出拉回收回来看，那当你输出小于 2.3 的时候，就代表你现在刚在启动。然后这时候它会有一个多空器选 A， 那选 A 就是一个启动电路的一个信号位的一个震荡器会过来。那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怕这个 Power MOS 烧掉，所以从这个 stop 的震荡器它开始的这个 duty cycle 会比较小，然后一直到它输出端慢慢的上去以后，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达到大概 2.3 的时候，那这时候它再选择 B， 再从输出端去做回收控制。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种形态的这个 booster， 这个叫做 Charlie Bump Booster。这一种结构呢，基本上它没有电感，是靠电容交换的能量去做这个提升这个输出端。那它也是一种直流对直流转换，这种方式效率很高，一般会到90%。然后，但是它的缺点是输出电流很低，可能大概就是mA级的。它整个转换器的成本非常低，就是零件非常少。那么来看一下这种 two phase 的这个 Charlie Bump 的这个升压电路。那这个是靠一个2极体当开关，然后一个 inverter 去做。当我们这个输入端 high 的时候，那这时候 inverter 输出端 low， 所以呢 VDD 它要经过 D1 导通，然后对这个 C1 充电。那这时候 C1 它就会充到 VDD 的电压。第2个 cycle 的时候，当 clock 是0的时候，那 clock 是0的时候，我们现在的 inverter 1 I1 它的速度是 high， 那么 high 呢，它会跟刚刚在 C1 上面的充到的 VDD 电压2个做相加，所以它就会产生2倍的这个 VDD。这时候2倍 VDD， 它会让这个 D2 导通。那 D2 导通完以后呢，它会对这个 C2 去做充电。因为在 inverter 2的输出端，这时候是0，所以在这个 cycle 的时候 ，C2 它会充到2倍的 VDD。我们再来看第2个 cycle 进来，那第2个 cycle 进来，它把刚2倍 VDD， 然后跟你现在在 inverter 2上面的 VDD 再做相加，所以它就会产生3倍的 VDD， 对 C3 去做充电。所以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倍压的方式，一次增加一个 VDD。那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当你这个
输入电压越大的时候，那你这个输入电流就会越小，因为它的 Q 是固定的，它电荷能量是固定。那我们接下来另外看一种方式，这种是开关式的这个掐力泵浦，那它的输出电流会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那输出端它是可以拉回缩去做控制你的这个输出电压，靠的是它开关的这个 on off 的时间去做控制。所以当你这个要输入电压比较大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开关时间让它停留久一点。那如果要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开关的控制时间让它短一点。所以输入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在我们回收这两个电阻跟参考电压的比例。那么来看一下它整个充放电的一个示意图。那刚开始我们要做充电的动作，充电动作的时候就是我们把 C1 跟 C2 这两个同时做充电，也就是 W7 跟 W5 导通，这时候 C1 就会充到无音的电压，然后 C2 也是一样，它把 W3 跟 W1 导通，然后 C2 也会充到无音的电压，所以这两个它会同时导通，然后同时充到这个无音的电压，所以这个充电时间就会决定你充电电压有多少。当我要高一点，我就充久一点；那当我要小一点，我就充时间就短一点。那我们再来看输出，那输出的时候，它会把这个你刚充到C1跟输出的电压，两个把它做串接起来，基本上最大可以得到2倍的输入电压。那这时候呢，这两个电容它是一个串接，那串接它的电容量是少一半，虽然它电压增加1倍，但它电容量少一半。所以一般在我们输入端会加一个电容，这个是稀释，提升它的电荷，也就是要让它的电流维持在一定的值。那么来看一下这颗市售的 IC， 这个是 Maxima 619，那这个是一个5伏的掐力泵浦的 IC， 那它从输入大概从2伏到 3.6， 那经过这个掐力泵浦电路的回收控制，那它就可以让这个输出维持在5伏，那它的工作电流非常小，那大概只有150 μA就可以。那里面它也有做 step down 的这个功能。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零件的周边图，那其实它两个掐力泵浦的电容大概就是 0.22 这么小，然后输入电容跟输入电容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有一个 step down pin， 所以当我们控制这个 C1 C2 的同时时间。当你这个输出小于5伏的时候，那这时候它下力态就会增加，那让这个输出电压增加。反过来，当你超过的时候，它就会把下力态减少，所以让这个输端可以维持在一定的5伏的电压。所以这个掐力泵浦的特点就是说，它很容易使用，然后外加的大概2个电容，或者是3个电容、几个电容。如果你外加电容越大，它提升的能量就越大，增压的电压就越大。然后它没有 EMI 的问题，因为它switching的频率是非常低，然后价格非常低，但是它的输入电流也不是很大，就适合一般我们手机上面在用的一些就是小电流用的系统。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step down 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当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用久了以后，它可能会发热，那发热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保护的动作，要不然我们系统会烧掉。我们现在是用电晶体上面2边的 V1 的电压去做控制，因为 V1 的电压正常大概是750 mV， 但是呢，它每温度一增加1 K 的时候，它会减少 1.5 mV。那当它这个温度越高的时候 ，VB 越小，那小到等于 0.3 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们系统会做step down，那你刚刚那个 boost 它step down就把充电时间就把它停掉，就不做充电，不做充电你输出就不会有电压。那如果是之前的那个 buck 或 boost 的电路，它就会把 PWM 把它直接 set down 0，那这时候输出也不会有电压。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 under voltage lock 啊，基本上这个系统的电池当它快要没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直接把它 lock 住，系统把它 shut down， 不要用。那这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比较，那当它比较到低于某个值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它就会把它做 shut down 掉。
那也就是系统整个 lock 住，它不会再动作。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 Boost 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个 Boost 的这个电感式的结构，然后它的控制方法，然后电感跟电容的一些选择的方法。那另外介绍 Cherry Bump 升压的方式，还有 Cherry Bump 的 IC 的应用，还有一些保护的电路。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此为止，谢谢大家。